今夏破纪录的高温已导致欧洲和加拿大西部发生异常严重的野火。多位科学家表示，燃烧化石燃料引发的气候变迁，导致极端气候事件更加频繁，也更为严重。美国夏威夷贸易岛近日遭野火肆虐，迅速吞噬滨海的拉海纳镇，迫使居民仓皇跳海求生。近年气候变迁加剧焚风、干旱，使得火灾一发不可收拾。2024年即将迎来圣婴年，圣婴现象 El Niño 正式来临后，是否会带来更极端的高温、干旱？台湾同样身为海岛国家，应提前做好因应极端气候的调试与措施。这可都是最近的新闻，并非我故意要惊吓大家。我们身处千里之遥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与我何干？我们常会听到有人说，我这样微小的一个人，在宇宙天地之间，就像一粒沙或像芝麻那般大，甚至都还不如。我能够改变什么呢？我做点好事或做点坏事，应该都无关紧要吧？如果你有这样的念头，或者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，那我们对现今地球的灾难真的就束手无策了。佛经里记载着一个故事，有一座山临时火了，火势蔓延整座山。这时候有一只鸟很慈悲地想着，经过这一场大火的燃烧，山上所有的动物众生都会被烧死，实在很可怜，因此他想去救火。于是他飞到大海里，把身上的羽毛打湿，沾着水再飞回山林，把水抖下去救火。用羽毛沾水救山林的大火，比起杯水车薪还要无济于事。但这却是这只鸟现在唯一能做的。它化不可能为可能，它一次次的飞，终于感动了帝释天。天神说，这只鸟真伟大，有这么大的慈悲心。这些众生本来都将死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救火，这只鸟最后一定会死掉。为了要救这只鸟，山林的火一定要熄掉。结果雷声大作，浓云密布，大雨倾盆而下，森林的大火一下子就被浇熄了。天神救了这只鸟，而这只鸟也救了整片山林。这只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中行菩萨道时的一个阶段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。他很慈悲，一心为救众生，所以最后能够成就佛果。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微不足道，做这些小事不差我一个。我无意要你捐钱，捐钱才是无济于事，而是要你尽可能的做些利他的事。要想想我们对地球暖化、温室效应等个人可以做些什么贡献，哪怕是日常的节能减碳或是资源回收都可以。要半点一点的做好事，力量大就多做，力量小就少做。不要以为人微言轻，或抱持与其少做不如不做的念头。好事就是好事，不应有大小的分别，点点滴滴的做就会做出大事来。而且别忘了，一个人做好事还能影响他人做好事。当下没有，未来一定会有。有钱有力的人当然可以像天神一样，下一场倾盆大雨去救整座山的火。没钱少力的人也可以学那只鸟救整座山。山上的众生尚未成佛，那只鸟却最先成佛。释迦牟尼佛没有想到自身的问题，只是想到如何去帮助众生，如何使众生脱离苦海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成佛了。外境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投射，我们所生存的空间主要是由我们共同的潜意识来决定的。不要以为远地的战争、远处的灾难与我们干系不大，事实上却是息息相关的，因为众生皆是一体的。也不要藐视了自身的影响力。今日一点一滴的付出，也许看不出成果，但日后必能感染更多人。
这就是力量。如此，来日你必将成佛，利人必能够利己，这是宇宙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地球还有这个宇宙都在等待你我共同觉醒。